谁也没想到，在中东局势升温的时候呢，俄乌战场上，俄军似乎又闷声干了一件大事儿。目前呢，有信息显示，俄军在东线集结了25个师，企图在冬季到来之前呢，发动今年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迫使乌军彻底转向全面防御。那么，俄军的秋季攻势能不能如愿完成？乌军又如何应对呢？首先，咱们先来聊一聊俄军集结25个师反攻的信息来源吧。10月22号，俄军事专家康斯坦丁·奥尔尚斯基在俄自由媒体网发表了俄罗斯秋季攻势25个师的突击部队投入战斗。文章的大概意思呢，是爱沙尼亚国防军情报中心负责人安茨基维塞尔格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称，俄军最近一段时间都处于防御状态，但近几天呢，他们有25个师在东线发起了秋季攻势。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等东线战场，俄军已经掌握主动权，乌军正在被迫转入防御。而后半部分呢出现的军事分析专家史蒂文·布莱恩则表示，俄军在阿夫迪夫卡附近发动了2023年以来最强大的攻势，乌军失去了这片区域只是时间问题。听完这些对于最近没有关注俄乌局势的朋友，应该会误以为这次俄罗斯的反攻成果似乎还不错，但实际情况呢是整篇文章的内容可谓是真真假假，同时也过分夸大了俄军的战果。首先，爱沙尼亚国防军情报中心负责人安茨基维塞尔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确实提到了俄军有25个师在参与进攻，不过并没有明确他们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取得主动权。毕竟在过去几个月，俄军这片区域的战线几乎没有变化，而10月初俄军的部队调动也证明了他们是真的吃不下库皮扬斯克和红利曼。当时他们准备向阿夫迪夫卡进攻时，便开始调配驻守在这两地的第2集团军、第21重型旅以及第41集团军。至于后半部的早晚拿下阿夫迪夫卡，目前呢，俄军从10月10号开始进攻这片区域，已经过去10多天了。俄军在这里不计代价地派出增援部队，效仿去年瓦格纳的战术，不仅拉基山的控制权几经易手，反倒还被乌军夺取了阿夫迪夫卡的南部地区。现在就宣布迟早要拿下这片区域呢，多少是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意思了。不过虽然俄媒这篇文章的内容战果有所夸大，但俄军的反攻动向那至少是真的。如俄媒文章所说，目前呢，俄罗斯军队的攻势主要是分3个方向。首先还是在库皮扬斯克，俄军试图控制奥斯科尔河所有渡口的过境点，从而限制东岸乌军的机动性，尽可能的使其陷入没有友军支援和后勤补给完全切断的绝境。如果俄军完全控制新科夫卡，意味着他们的前锋部队距离乌克兰在库皮扬斯克的防御体系核心区只有不到6公里远。这意味着什么呢？目前乌军主力主要是集中在巴赫穆特和扎波罗热南线2个主攻方向，无法迅速支援库皮扬斯克。而根据之前的报道，库皮扬斯克市区内仅有2万名乌克兰守军。攻下新科夫卡，地面俄军在空中和地面炮火的支援下进攻呢，则会相对轻松。当然了，乌军之所以仅以2万人有恃无恐地坚守库皮扬斯克，原因还是乌军依靠着北约各国援助的各类远程打击武器，在哈尔科夫到库皮扬斯克之间的上百公里的距离组成了梯次防御网。一旦俄军准备花血本攻下此地，那么乌军完全可以主动放弃库皮扬斯克，减少伤亡，保存实力，用空间来换取时间。俄军第2个进攻方向呢是红利曼，以大兵的看法呢，这片区域他们很难吃下。其实从去年6月下旬开始，有关俄军在红利曼的推进消息算是接连不断，但实际看看控制线也没有扩大太多。而且关键在于俄军其实还没有摸到红利曼的城边呢。这战略要地有这3条防御带。首先是自克里米纳向西的林区田野地带，乌军的轻步兵突击队遍布其中，还构筑了大量的防御阵地。现阶段俄军那个突出部之所以没被乌军夺回，是因为这里缺乏足够森林作为掩护，乌军在这里做防守姿态相当难受，不如放弃，所以退到了托尔斯克村边。其次是沿河地带的第2防御区
托尔斯克村，是沿着热列别齐河东岸呈长条状分布的一个居民点，战前人口约1600余人。而穿过托尔斯克村至河西紧贴着的更大的基罗夫西克，其战前人口达到了2700余人。由这2个村镇构成沿河防御带的核心，使得俄军西进就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毕竟此前俄乌双方多次交战都表明了，这种据点虽然非常小，但需要付出的代价却非常大。另外，向北面同样有一串沿河村镇，向南林区带呢还有亚姆比尔，也很难轻松挺进。最后则是城防内外地带，有朋友啊从前面2个防御带就已经能看出了，只有俄军过了热列别齐河，才实际能威胁到红利曼。而河流距离城区呢，大约是有10公里，而且城区面积不算小，所以只要乌军兵力密度足够，俄军是很难推得动。现今乌军在整个红利曼核心区，不仅有第58摩步旅、第63、67机步旅、第81、95空突旅等正规军，还有6到7支国民卫队和领土防卫军的旅团，所以乌军这里的整体部署啊，并不算弱。还有一点，俄军进攻红利曼需要和北边的库皮扬斯克、南边的塞弗尔斯克同时发动才可以。单独进攻红利曼，除非乌军和去年俄军哈尔科夫迅速溃败一样，否则他们是很难进入红利曼城区交战的。最后第3个方向顿涅茨克，这个方向呢，主要交战区还是阿夫迪夫卡。有关俄军为什么要进攻这里，大兵啊就不展开了，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这一期影片。目前呢，俄军在阿夫迪夫卡的南北2翼以及正面均有攻势。按照乌军战地部队的说法，俄军投下了不下3个旅，其中呢以北翼方向攻势最为猛烈，当然战损也最大。而在装备方向，这次呢他们似乎也准备的比较充足，这一点呢从他们近期攻势就可以看出。例如非正规军的顿涅茨克第1军手里也出现了大批装甲装备，远不是先前一些信息所传的俄军已经穷到没装甲可用的地步。不过综合最近的战况看，俄军在此地持续的攻势，使用的进攻手段并没有什么变化，主要还是由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等重装备组成纵队进行突然袭击。面对的是乌军的无人机、反坦克导弹、榴弹炮猛烈轰炸，最终俄军抛下了大量装甲残骸，攻击失败，以此往复。最新开源数据显示，10月10号，俄军损失了820人、34辆坦克、91辆装甲车。10月11号，俄军损失990人、42辆坦克、44辆装甲车。10月12号，俄军损失1030人、26辆坦克、49辆装甲车。10月13号，俄军损失970人、9辆坦克、24辆装甲车。仅4天时间，俄军共损失了3810人、303辆坦克装甲车。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啊，无不证明10多天的猛攻究竟是有多惨烈，但最终也没有让俄战区扩大多少。去年瓦格纳通过相同的战术，至少每天还能向前推进，可这次呢，他们连阿夫迪夫卡的城门都没动。当然，俄军也有可能是准备完全复刻瓦格纳的打法。去年在巴赫穆特战役期间，俄军首先使用国防部队和顿巴斯民兵进行了田线战斗，同样也没有碰过巴赫穆特的大门。但当瓦格纳入场后呢，就完全不一样了。瓦格纳开始完全使用轻步兵进行推进，逐渐瓦解了乌军防线，拿下了苏勒达尔。最后在巴赫穆特经历了残酷巷战和重炮洗地后呢，才被完全占领。结合上述交战过程，不难看出，目前俄军主要任务呢是清除阿夫迪夫卡郊区的阵地，而清除完郊区阵地，模仿瓦格纳也并非不是不可能。可能唯一的区别呢，就是普里格任死后，瓦格纳虽然曾多次传出要重返乌克兰战场，但失去精神支柱的部队能否和先前一样，真的很难说。当然了，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披露，克里姆林宫似乎已经下达了命令，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占领整个顿涅茨克地区。如果这个消息属实啊，接下来俄军的进攻将会更加猛烈。如果未来阿夫迪夫卡突然出现第2支敢死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毕竟俄罗斯并非只有瓦格纳一家雇佣军组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届时呢，俄乌双方恐怕会再次陷入到消耗战，这种情况对于乌军来说是相当不利的。综合以上信息啊，不难看出，俄军秋季反攻的3个方向似乎只有最后一个成功发动了。而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呢，除了库皮扬斯克、红利曼本身就不好打之外呢，乌军及时的战场调动也是减缓俄军进攻的原因之一。
俄军在10月10号前后发起反攻的意图其实很好猜，无非是想趁着中东局势混乱，在乌克兰捡个大便宜。可俄军那边的算盘打得啪啪响，乌军呢又怎么可能不知道呢？首先是从9月开始，乌军在南部战线上的进攻烈度有所下降。根据资料显示，在俄军发动反攻前，乌军南线战场基本上只限于步兵群，对俄防线进行袭扰。与此同时，在阿夫迪夫卡附近还准备了大量重型装备，待到俄军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锋后呢，直接掉入了乌军的死亡陷阱中。155毫米榴弹炮和海马斯发射的集束弹药对俄军各支进攻部队挨个点名，他们初期的冲锋失去了作用，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戮。而在俄军明确进攻意图后呢，乌军并没有大规模调动兵力，而是迅速调动了3个新生旅进行增援。这里大兵解释一下，本次俄军方面负责进攻的还是顿巴斯民兵。经过近2年的俄乌战争，先前8万顿巴斯老兵基本已经打光了，新加入的新兵呢，自然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而乌军那边调配的3个旅虽然是新生旅，但战斗力并不算差。目前大兵可以确认的乌军援军有2个，第一个呢是乌克兰正规军第31机械化步兵旅，第二个则是领土防卫军第129旅。其中呢，31机步旅算是乌克兰组建的新军旅之一了。它不同于其他参与南线反攻的北约亲训旅，算是乌军自己主导组建的。这支部队曾在乌军夏季反攻中率先在大诺沃希尔卡方向运用，因此承受了最重的伤亡。标志性的战役呢是在卡夫诺波尔打卡之后呢，由于战损过大，乌军安排31机步旅后撤整补，现今呢被当作战场救火队来使用。而领土防卫军第129旅则是乌军在原有25个防卫旅基础上新组建的旅之一，组建地呢为第聂伯河北岸附近的卡夫巴斯市。值得注意的是，乌军第124旅之后的领土防卫旅都具备机动作战能力，因此在第129旅组建后呢，直接参加了赫尔松反攻。之后这个旅又被调到了东线作战，而在乌军的大反攻中呢，129旅也被投入到大诺沃希尔卡方向。曾经在涅斯库奇涅摆旗打卡的便是该旅部队，如今呢也被拉到了阿夫迪夫卡救火。这里也有朋友可能会问，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乌军都拉去2个旅去增援了，这边的仗乌军不准备打了吗？实际上啊，此地被拉出来的并不是只有这2个旅，先前呢在这里参战的4个海军陆战旅也已经被调回赫尔松了，作为近期乌军在第聂伯河沿岸渡河作战的主力来使用。而作为大诺沃希尔卡的补充，乌军增加了第58摩步旅，这个方向的反攻也开始转为固守模式。而就本次乌军针对俄军在阿夫迪夫卡进攻的布防来看，乌军只派遣了3个旅，大概率只是为了牵制俄军。毕竟从俄军开始发起反攻到今天呢，也不过10多天，许多细节并不清晰，乌军自然是不敢轻举妄动。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期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要亲自前往阿夫迪夫卡进行视察的原因。最后大兵解释一下为什么扎卢日内能大摇大摆地前往交战前线视察。目前阿夫迪夫卡的乌军虽然已经被俄军3面包围，但最后一面南北呢仍有不到10公里的缺口，乌军后方车辆往返还是不成问题的。而真实的战场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在己方掌握制空权之后呢，空军战机就可以将地面目标摆平，炮火射程之内也皆无问题。但不得不承认的是，美军在多次战争中确实是打出了这个效果。不过有个前提啊，那就是美军的空炮火力很强，而且对手实力较弱。一旦交战双方的2个条件都不具备，那么战场情况就不一样了。现今的俄乌战场上，虽说乌军战机不能跟俄空天军争夺制空权，但乌军绵密的防空系统也不是摆设。因此我们会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俄空天军战机已经很少在乌军控制区内进行纵深空袭了。战区前沿的乌军活动基本是不受俄空天军威胁的。而在炮兵方面，俄军炮兵虽然规模大，但所使用的装备先进程度却较低，随之而来的便是反应速度也较慢，精准度也不够。而恐惧于现今乌军反炮兵的体系，俄军炮兵甚至基本不会抵近到前沿区域部署，只在战线后方相对安全地带开火，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俄炮兵的有效打击范围。这种情况下，扎卢日内呢本次大摇大摆的到访阿夫迪夫卡也就说得通了。
总而言之，综合大兵整理的信息，各位其实不难看出，本次兵力调动后，乌军南线方向大体已经守势为主了。这有可能也是乌军今年冬季的总体战略。而至于乌军新的攻势，那必须得等到新一批且足够数量的装备援助后，乌军才会去发动新的攻势。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仅靠乌军自己就不行了，毕竟乌军除了被动防守外，已经在赫尔松方向走了一招险棋，频繁地进行渡河作战，以此来迫使俄军再次投入更多的兵力。如果他们上套，类似于去年哈尔科夫那样让人意想不到且漂亮的闪电战，或许也不会太远。各位朋友认为，如果乌军渡河作战进行顺利，那么会对哪个方向发起进攻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